老话说得好，别看今日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这华妃娘娘在宫里横行霸道惯了，总觉得自个儿上头有年大将军撑腰，怀里有皇上的旧情，手心里还攥着协理6宫的实权。可她忘了，这人情世故里最忌讳的就是把平台当本事，把任性当威严。那一碗消暑的酸梅汤，那一根刻薄的欢宜香，里里外外透着的都是算计。咱们今儿个就透过那一坤宫紧闭的大门，看看这人与人之间是怎么在这一跪一让之间，把最后那点体面给撕个精光的。得嘞，看来您也是个重细节、爱听嚼劲儿的老饕。确实，这人情世故里的弯弯绕，要是讲快了、讲浅了，那就成了过眼云烟。咱们得把这紫禁城的一块砖、一片瓦都拆开了，把华妃娘娘那点代为持筹的小心思，像绣花针一样，一针一针扎实了。您坐稳了，咱们把这第一部分，大老板离京后的权力异动与翊坤宫的低气压，重新给您细细的磨出来。话说这大清朝的紫禁城，那可是全天下最讲究规矩的地界儿。可这规矩啊，他得看谁在场。这年夏天，日头毒的能把地上的青石板晒出油来，大老板雍正爷，也就是咱们口中那位整天冷着脸、满脑子都是 KPI 的首席执行官，终于受不住京城的燥热，带着果郡王这些个核心骨干上避暑山庄奈良办公去了。您各位咂摸，这叫什么？这在现代公司里，就是董事长带着总经办的一班人马，浩浩荡荡下基层视察，或者去外地封闭式闭门造车去了。这时候的京城总部，那就剩下一个字：空。可这空不是真没人管，而是权力暂时挪了窝。皇上临走前，把这代理总经理的印信亲手交给了翊坤宫的年妃。您瞧瞧，这华妃娘娘接印的时候，那眼神里闪的可不是感激，是一股子憋了太久的火气。她那护甲套是赤金打造的，上头镶着红宝石，在阳光下一晃，晃得人眼晕。她那是扶了扶鬓角吗？不，她那是对着那面无形的镜子，在确认自己的王冠稳不稳。咱们得把镜头拉近了，盯着华妃在那景运门送行时的脚尖。皇上的轿子都走得瞧不见影了，可华妃愣是在那儿站了足足1炷香的功夫。为什么？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权力确认。他要让所有留在宫里的太监、宫女、嫔妃都看清楚，现在这宫里最高的那根旗杆子是他年世兰。他转过身的时候，那织金宽袖旗装的裙摆在空中划了一个冷冰冰的圆弧，那是典型的职场扩张姿态。您在公司里见过没？平时被大老板压着的2把手，一旦老板出差，那走路的动静都能比平时大出3个分贝。华妃回到翊坤宫，这一路走的那叫一个气派。她没回暖阁歇着，反而一屁股坐在了那张正殿的正位上。那椅子是花梨木雕龙画凤的，沉稳的压手。华妃往那一靠，周宁海那个瘸着腿、心思比煤球还黑的贴身大管家，立马就凑了上来。您各位瞧瞧周宁海那个模样，腰弯得像个虾米，眼神却像毒蛇一样乱钻。这就是权力结构里的恶念放大器。周宁海小声嘀咕了一句：“娘娘，皇上这一走，这宫里头那些个不安分的，怕是又要出幺蛾子了。”这话听着是提醒，实则是拱火。华妃冷哼一声，手里那柄象牙柄的团扇扇得极慢，可每一扇子下去，带出的风都是燥的。她心里在想什么？她在想甄嬛那张脸。甄嬛那个刚入职没多久就成了全球合伙人候选人的新晋红人，那个肚子里揣着大老板未来核心项目的管嫔。在华妃眼里，甄嬛不是同事，是抢她股份、夺她红利，还要分她恩宠的野心家。现在老板不在，没人给甄嬛撑腰了，华妃这种性格的人，
第一反应不是怎么把家看好，而是怎么趁着监管真空，把这个眼中钉给彻底拔了。咱们再看看这周围的环境，翊坤宫里的欢宜香，那是皇上亲自赏的，全天下独一份。这香的味道啊，极浓极烈，钻进鼻子里像是有千万个小钩子。华妃闭着眼，在那儿嗅着这股子权力加持的香味。可您各位不知道，这香里头藏着老板最深最狠的算计。华妃以为那是爱，其实那是毒；她以为那是勋章，其实那是老板给她戴的隐形手铐。这映射到现实里，不就是那些被老板捧杀的中层领导吗？给你高薪，给你权力，让你去得罪人，让你当恶人，最后你还觉得自己是老板的心腹。华妃现在就处于这种权力幻觉的最顶峰，这种幻觉让她的动作变得极其霸道。她端起茶几上那碗刚斟出来的酸梅汤，那瓷碗和托盘磕碰出的嘚儿一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回响。她没喝，只是拿着那把小巧的银勺子，在碗里漫不经心地搅和着。那碎冰块碰撞的声音，听着让人脊背发凉。这种慢条斯理的折磨，是职场冷暴力的前奏。他不急，他在等那几个倒霉蛋儿按着规矩来送人头。与此同时，碎玉轩那头的甄嬛正坐在镜子前愁眉不展。甄嬛不傻，她太清楚这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道理。她摸着自己还没显怀的小腹，那是她唯一的保命符，也是华妃最大的眼中钉。崔槿汐那个老辣稳重的资深助理，在一旁轻声劝着：“娘娘，今日这请安，怕是躲不过去的。越是这时候，越得把礼数做全了，不能给那位留下画饼。”甄嬛叹了口气，把那只象征荣宠的凤簪插进了发髻。这一举动哪是打扮啊，这是在披挂上阵。您各位瞧瞧，这就是高阶的人情世故。明知道前面是刀山火海，你还不得不换上最体面的衣裳，挺着最虚弱的身子去赴约。因为在体制内，你如果因为害怕而退缩，那就是失礼，就是不敬。华妃正好可以名正言顺的给你扣一顶不尊上位的大帽子。甄嬛扶着刘珠的手，走在那被晒得发烫的长街上，周围静得连个鸟叫声都没有。这紫禁城的高墙就像两块巨大的磨盘，正要把这几个柔弱的女人夹在中间，生生的磨出血来。华妃坐在翊坤宫的阴影里，看着外面白晃晃的日头，嘴角露出一抹极残忍的笑。他叫来周宁海，吩咐了一句：“去，把那欢宜香点的再旺些，再把那女戒找出来。本宫今儿个要好好教教这后宫的新人们，什么叫做尊卑，什么叫做规矩。您听听，这话里哪有一点长者的慈爱，全是权力的傲慢和复仇的快感。这事儿要是放在咱们现在的职场，那就是那个代理部长的年女士，正坐在空调房里，看着窗外顶着大太阳跑业务的后辈，心里想的是，等会儿他们回来报销，我非得卡一卡他们的单子不可，还得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给我站着汇报半小时，杀杀他们的威风。这种心态就是悲剧的种子。华妃这一做，做出了办事的权力巅峰感，也做出了一场足以毁灭他一生的血色风暴。他哪里知道，这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是物极必反。你以为你在替皇上行道，其实你是在替皇上挖坑。那一碗酸梅汤还没入口，苦味儿其实已经从舌根蔓延到了心里。话说这甄嬛、沈眉庄、安陵容这职场三姐妹，头顶着快要把人烤化了的毒日头，脚底下踩着那滚烫的能烙饼的青石板路，终于是一步一挪的蹭到了翊坤宫的门口。您各位瞧瞧这门口的阵仗，那可真是森严二字写在骨子里。守门的太监那眼珠子是往天上翻的，连正眼都不瞧这位怀着隆重的管嫔娘娘。
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门神效应。当你的直属领导想整你，他都不用亲自出面，光是手底下那几个看门的、前台的、做行政的，就能通过各种琐碎的小动作，让你觉得自个儿连个屁都不是。甄嬛抹了把鬓角的细汗，那汗珠顺着她精致的妆发滑进脖子里，又咸又涩。她扶着刘珠的手，那手心里全是冷汗。她心里清楚，这一坤宫的大门一进，那就不是请安，那是入虎穴。可这规矩大如天，哪怕他是现在公司里最有潜力的金牌业务员，在华妃这位执行副总裁面前，也得把腰塌下来。他深吸一口气，领着2个姐妹迈过了那道高高的朱红门槛。您各位且看，进了这正殿，那气氛瞬间就变了。外头是火炉子，里头却是透心的凉。这凉不是空调吹出来的，是那1人多高的冰盆里冒出来的白烟儿，衬着华妃那张冷若冰霜的脸。华妃这会儿正斜倚在那张紫檀木的金丝大椅上，手里拿着一柄撒金团扇，有一下没一下的扇着。她身边的周宁海正端着一碗刚从冰窖里起出来的酸梅汤，那瓷碗外头都挂着一层细密的白霜，看着就让人眼馋，可落在甄嬛眼里，那是透骨的寒意。嫔妾给华妃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甄嬛带着姐妹们，那是扑通一声就跪下去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跪，在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低头认错，或者是弱势汇报。可华妃呢？她连眼皮儿都没抬一下。她慢条斯理地伸出那只带着长长护甲的手，接过周宁海递过来的酸梅汤。那护甲套和瓷碗边缘摩擦发出的擦擦声，在这死寂的大殿里，简直像是锯条在拉人的神经。这一段，咱们得显微镜似的拆解一下华妃喝汤的动作。她先是拿着那柄小银勺子，在汤里轻轻划拉了2圈，冰块撞在碗壁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不喝，她就这么看着那红亮的汤汁在勺子里打转。这叫什么？这叫心理压制。在职场里，如果你去找领导汇报工作，领导不理你，反而当着你的面不紧不慢的修指甲、倒咖啡，甚至跟别人说笑，那就是在告诉你，你在我眼里连这碗汤都不如。这是一种极高明的自尊践踏，他不骂你，他只是让你在那儿干站着、干跪着，让你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华妃终于抿了一口汤，那红唇上沾了一点亮晶晶的水渍，显得格外妖艳。她放下碗，这才慢悠悠的开了口：这夏日炎炎，本宫这儿备了消暑的汤，可你们这些新进宫的，心思倒像是比这太阳还毒，连请安都敢迟了。您听听，这就是典型的欲加之罪。明明甄嬛他们是掐着点来的，可华妃说你迟了，你就是迟了。在职场博弈中，当上级想要针对你的时候，逻辑从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拥有定义规则的权利。他定义你迟到了，你辩解就是顶撞，你认栽就是认怂。甄嬛低着头，那额头上的汗珠已经汇成了一股，滴在汉白玉的地板上，溅开了一朵小小的透明的花。她轻声说：娘娘恕罪，实在是日头毒辣，步履沉重。步履沉重。华妃冷笑一声，那笑声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猛地把团扇往桌上一拍，力道之大，震得那碗酸梅汤都溅出了几滴洪水，正巧落在甄嬛的手背上。那水是冰的，可甄嬛觉得像是被火炭烫了一下。华妃的声音提高了8度：你是仗着自己有了身孕，觉得这宫里的规矩都得围着你转了，觉得本宫这个代理6宫之职的也得看你的脸色了。这话说得极重，直接把矛盾拉升到了争权夺利的高度。甄嬛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她意识到今天这一关不是靠示弱就能过去的。华妃这是在进行资源剥夺。
他要剥夺的不仅仅是甄嬛的体力，更是甄嬛作为宠妃的心理优势。他要让甄嬛明白，只要皇上不在，这方圆几里地，他年世兰就是唯一的真神。咱们把视角移到旁边坐着的静妃身上。静妃这人，在职场里就是那种资深老员工，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方帕子，眼神里透着焦急，可他不敢轻易开口，因为他知道华妃现在的状态是疯魔了。一个人在权力巅峰产生幻觉时，谁挡谁死。静妃这种人的存在，映射出职场中的一种悲哀。大多数人虽然心怀善意，但在强权霸凌面前，往往只能选择做那个沉默的旁观者。这种沉默其实就是对霸凌的默许。华妃转过头，盯着周宁海，眼神阴鸷地问了一句：“周宁海，你说，若是有人对上不敬，仗宠而骄，按规矩该当如何？”周宁海这老狐狸立马就接了词儿，他那嗓子尖细的像铁片刮玻璃：“回娘娘，按例当罚跪自省，若是冥顽不灵，还得加重惩治。”这主仆俩这一唱一和，简直就是一场精心排练的处刑剧。华妃听完，满意的斜靠回椅背，再次端起那碗酸梅汤。这回她喝了一大口，那舒爽的表情就像是刚吞下了一颗大还丹。她指着窗外那明晃晃的日头，对着甄嬛他们说：“既然各位妹妹心火太旺，连规矩都记不清了，那就在这翊坤宫的正院里，对着太阳好好诵读女戒。什么时候读通了，什么时候再起来。您各位咂摸，这罚跪诵书是何等的狠毒，那可是正午时分啊！这在现代职场里，就相当于领导让你在全公司员工最忙碌的中午，站在办公室大厅中央，举着公司的员工手册，大声朗读100遍。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劳累，这是要把你的尊严放在磨刀石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点一点的磨成粉末。甄嬛身边的沈眉庄刚想开口求情，甄嬛一把拉住了她的衣角。那是一个极细微却极有力度的动作。甄嬛在那一刻脑子里转得飞快，她知道此时的求情只会火上浇油。她在赌自己的耐力，也在赌皇后的眼线。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赌竟是拿自己未出世的骨肉做了赌注。华妃看着他们3个人默默退出大殿，跪在那滚烫的庭院中央，她的心里竟然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那种感觉比皇上的宠爱还要让她迷醉。这正是权力的毒副作用，它让你产生一种我可以主宰他人命运的错觉。这种错觉会让一个原本只是好胜的女人变成一个冷血的屠夫。那碗酸梅汤成了权力的分水岭。华妃喝的是权力的甘甜，甄嬛跪的是职场的苦涩。您各位说，这甄嬛这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她是真的服了，还是在攒着最后一口气准备反扑？这正是酸梅汤里藏杀机，职场霸凌不讲理。欲知甄嬛在那烈日下如何苦撑，那本女戒又如何成了催命符，咱们这书还得接着往细了掰扯。话说这甄嬛、沈眉庄、安陵容3个人被周宁海像赶羊似的从那透心凉的屋里给撵了出来。您各位咂摸，这一步跨出去，那就是冰火2重天呐！屋里头是华妃娘娘慢条斯理的冰镇生活，屋外头是正午2点钟能把人皮晒起一层褶子的毒日头。甄嬛此时扶着刘珠的手，那指甲都快掐进刘珠的肉里去了。她不是疼，她是怕。她肚子里那个小主子，那是她这辈子在职场翻身的唯一大鼓，也是她在这红墙里唯一的念想。可此时这念想正隔着一层单薄的春绸，感应着脚下那块烧红了的青石砖。这请安的规矩本是职场的基本礼仪，可华妃娘娘这一手
那是把礼仪变成了行刑。他让周宁海搬了个绣墩，自个儿优雅的坐在廊檐下的阴影里，手里还摇着团扇，可他偏要让甄嬛他们3个跪在庭院正中央，连个遮阳的树影都沾不着。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惩罚性加班，而且是那种故意在所有同事面前，在最显眼的位置，让你干最苦最累最伤自尊的活。咱们得盯着周宁海拿出来的那本书《女戒》。这书啊，本是老祖宗留下来教导女子温良恭俭让的，可在华妃手里，它就是一根沾了盐水的鞭子。周宁海那个老狐狸瘸着腿走过去，把书往甄嬛面前一灌，那书页在风里哗啦啦的翻，像是不安的惊叫。周宁海那破锣嗓子响了，娘娘说了，婉嫔娘娘既然博学多才，那就请在这儿大声诵读，读不完不能起，读不响重头来。您各位瞧瞧甄嬛这会儿的眼神，她没看周宁海，她死死地盯着廊檐下坐着的华妃。那是怎样的一种眼神？那是落水狗在积蓄最后一点尊严的火苗。甄嬛知道，华妃要的不是她读书，要的是她求饶，要的是她在这个象征女德的教条面前，把她那点傲骨给折了。这就是高阶职场霸凌的阴毒之处，他不仅要折磨你的肉体，他还要在道德制高点上把你给枪毙了。他用规矩来压你，让你反驳不得。如果你不读，那就是不遵祖训；如果你读了，那就是自认卑微。甄嬛挺直了脊梁，那腰杆子绷得像一张弓。她开口了，声音虽然细，却透着一股子韧劲儿。她开始读那第一句，卑若第一，这声音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荡。旁边跪着的安陵容，这会儿已经开始打晃了。安陵容这种人，在职场里是典型的生存派，他底子薄，后台软，这会儿日头一晒，他那张脸白得跟纸糊的一样，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滴在青石板上，瞬间就被蒸发了。安陵容的眼神里全是恐惧，他怕自己挺不住，更怕自己挺住了却成了华妃的下一个目标。他听着甄嬛那一声接一声的诵读声，心里头舒坦吗？不，他反而更急躁了。他手里那把团扇扇得越来越快，那是心虚的表现。他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凭的是家世，凭的是蛮劲，他最怕的就是甄嬛这种讲道理的人。当甄嬛真的开始一字一句读女戒的时候，华妃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嘲讽。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暴发户正在训斥一个海归高管，结果人家海归高管竟然真的认真的在背公司的员工守则。这种降维打击后的反弹，让华妃的老脸有点挂不住。华妃猛地站起来，走到廊檐边上，指着甄嬛骂道：“读那么大声干什么？本宫耳朵没聋。你是想让全后宫都听见本宫在教训你吗？您瞧瞧，这就是霸凌者的逻辑。你示弱，他踩你；你刚强，他觉得你在挑衅。”这时候，沈眉庄忍不住了。眉庄这人是职场里的应景派，宁可玉碎，不求瓦全。他跪在地上，仰起头对着华妃说：“娘娘，婉嫔有孕在身，经不起这般烈日。若有责罚，嫔妾愿代为受过。”这话一出，原本已经够燥热的空气，瞬间像是被火星子点着了。华妃正愁没借口发作呢，她冷笑一声：“好一个姐妹情深！既然沈贵人这么爱表现，那你就陪着她一起读。周宁海，再去取一份女戒来。”这人情世故里的连坐法，被华妃使的是炉火纯青。在现代公司里，这就是那种领导训一个人的时候，谁要是敢出来说句公道话，领导反手就是一个“你既然这么闲，那这个项目的烂摊子你也一起接了”。这就是在逼着大家孤立那个受害者，让所有人都明白，帮他就是跟自个儿的奖金过不去。
咱们得关注一个极小的细节，甄嬛的手。她跪在那儿，一只手撑着地面，那指甲缝里已经渗出了血丝。青石板的温度已经超过了40度，那种烫是从膝盖钻进骨头缝里的。可甄嬛没叫一声疼，她甚至在那一刻脑子里在做一场极其冷静的精算。她在算时间，算皇后的眼线什么时候能把消息传出去，她在算胎动，算自己还能撑多久。她甚至在算，如果自己真的在这儿出了事，皇上回来后，华妃还能剩下几分胜算。这种肉搏已经不是体力的较量，而是心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测试。这时候，咱们得聊聊那个总是躲在阴影里的周宁海。他看着这几个女人在太阳底下受罪，他那张老脸上露出的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变态的快感。他时不时地走到甄嬛身边，假装是在纠正她的读音，实则是用那股子阴气森森的劲儿在施压。周宁海这类人在职场里最是可恨，他们没有主见，只有主子的喜好。主子想杀人，他就负责磨刀；主子想羞辱人，他就负责吐唾沫。他们是权力结构里最卑劣的润滑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紫禁城的蝉鸣声越来越大，吵得人心慌。甄嬛的视线开始模糊了，她眼前的景物都在晃，红的墙，绿的瓦，最后都变成了一片刺眼的白。她感觉到腹部一阵阵地发紧，那种疼像是有人在用钝刀子慢慢的割。可她还是没停，她那沙哑的嗓子依然在重复着清静真正，以简约率下。这话听在华妃耳朵里，简直就是最大的讽刺。华妃这辈子跟简约沾边吗？跟清静沾边吗？她这是在借着甄嬛的嘴，在扇自己的脸。华妃终于忍不住了，她大吼一声：“别读了，给本宫跪好了！”周宁海，去拿欢宜香来，就在这儿点上。本宫要让管嫔好好闻闻这心静自然凉的道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欢宜香平时是荣宠，这会儿点在烈日底下，那就是催命的烟雾。那香味浓得化不开，或者汗臭味、土腥味直冲脑门。甄嬛在那一刻终于意识到，华妃不是在教训她，华妃是真的想要她的命。这职场上的博弈，一旦见了大汗，见了血，那就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甄嬛在那一刻，心底里那点对规矩的敬畏彻底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酷。如果我能活下去，我一定要让你，让整个年家，为了今天这半卷女诫，赔上所有的身家性命。这一部分，咱们把这烈日下的心理战给您拨开了。华妃的虚张声势，甄嬛的死里求生，眉庄的义气，安陵容的卑微，全都在这一方小小的院落里挤压变形。您说，这人活到这份上，是该说规矩杀人呢，还是该说人心比日头还毒？这正是烈日如火烧功名，女诫半卷断恩情。欲知那甄嬛到底能不能撑到大老板回来的那一刻，这翊坤宫的血色大戏，接下来又会闹出怎样惊天动地的动静？咱们休息片刻，喝口茶，下回接着给您拆这血溅翊坤宫的惊心时刻。话说这周宁海在翊坤宫那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他虽然是个瘸子，可在那宫墙根底下走起路来，那咯噔咯噔的声音，简直像是敲在人心坎上的丧钟。您各位在职场里见过这种人没有？他本身没什么大本事，既不会像甄嬛那样出口成章，也不会像华妃那样有个好家世，可他手里攥着解释领导意图的权利。老板瞪一眼，他能给你翻译成老板想要你的命；老板叹口气，他能给你演化成老板要让你倾家荡产。这种人就是职场权力结构里最阴暗也最致命的传声筒。咱们得盯着周宁海这时候的一个极细微的动作。他本来是守在华妃身边的，
可眼瞅着甄嬛那嗓子越来越哑，额头上的汗珠子把汉白玉的地板都打湿了一大片，他的眼神开始不对劲了。他不是在怜悯，他是在计算。他在计算什么？他在计算这把火烧的还不够旺。华妃这时候虽然气头上，但心里多少还有点打鼓，毕竟那是龙胎。可周宁海这种人，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他觉得，既然主子已经跟婉嫔撕破脸了，那这事儿就不能留活口。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周宁海慢腾腾地挪到甄嬛身边，那一身绛紫色的太监服在阳光下泛着股子霉味儿。他手里拿着个香剪子，那剪子尖儿在阳光下冷森森的一闪。他假装是去捡那欢宜香的香灰，可那身子却若有若无的往甄嬛肩膀上压。这叫什么？这叫物理施压带动的心理摧残。他在甄嬛耳边用那种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黏糊糊的嗓子说了一句：“婉嫔娘娘，这书读的可不够响亮啊，咱们娘娘在里头听着，心里头可是不痛快呢。您说，要是皇上回来，瞧见您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他是疼您呢，还是嫌您丢了皇家的人情？您各位听听，这话毒不毒？这哪是催促读书，这是在诛心。他在暗示甄嬛，你现在的坚持毫无意义，连皇上都不会领你的情。在现代职场里，这就是那种领导的心腹，趁着你在工位上加班熬夜的时候，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阴阳怪气地说：“小王啊，别费劲了，你这方案老板看都不会看，他昨个还跟年部长商量怎么把你裁了呢。”这种话是压垮职场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咱们再瞧瞧华妃。华妃坐在上头，看着周宁海在底下忙活，她心里头其实是在找一种道德补偿。她觉得自个儿是按章办事，是周宁海在严格执行。这种领导和执行层的默契，是职场凌霸里最常见的套路。领导负责发个模糊的指令，比如让他长点记性，下头的人负责把这指令无限放大，变成人身攻击。等出了事，领导一摊手，我只是让他教教规矩，谁知道他下手这么重。这一推625，干干净净。周宁海这会儿做了一个更绝的动作，他看见甄嬛因为体力不支，身子微微往左边歪了一下。正常人这时候肯定得扶一把，可周宁海呢？他那只藏在袖子里的手顺势在那儿推了一下，力道不大，但在一个跪了半个时辰、怀着3个月身孕的女人身上，这就好比是推倒了第1块多米诺骨牌。甄嬛的身子猛地晃了一下，那膝盖在那滚烫的石板上硬生生地磨出了一道白印子。她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可她还没倒下。她死死地抠住地砖的缝隙，那指甲缝里的血顺着石缝流。甄嬛这时候的心里，那是经历了一场从绝望到愤怒，最后到冷酷的质变。她抬头看了一眼周宁海，那眼神里不再有求饶，只有一种看透了生死的寂静。那意思分明是在说，我记住你了，这笔账咱们得用命来填。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人情世故里的底层互害往往比高层斗争更残酷。周宁海也是个苦命人，进了宫挨了那一刀，成了残废。他本该最懂弱者的苦，可他却成了挥向弱者最狠的那根鞭子。为什么？因为在畸形的权力体系里，弱者想要获得安全感，唯一的法子就是向更弱者施暴，以此来向强者表忠心。这周宁海推的一下，推掉的是甄嬛的孩子，也推掉了年家最后的生路。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里映射，您看那些在公司里帮着领导排挤老员工的小跟班，他们跳得比谁都高，活干得比谁都绝。他们以为自个儿是领导的左右手，其实在领导眼里，他们就是块抹布。抹布用脏了，是要扔进垃圾桶里的。
周宁海这种人从来没想过，当华妃这棵大树倒了的时候，他这个依附在树皮上的蛀虫会被人一脚踩成齑粉。这时候，翊坤宫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欢宜香的味道浓得让人恶心。周宁海还在那儿围着甄嬛转，像是一只嗅到了血腥味的秃鹫。他一会儿嫌香不够旺，一会儿嫌甄嬛读得慢，他把那种碎锁的像针扎一样的恶意铺满了整个院子。他甚至故意在那儿剔牙，那发出的声响，在甄嬛听来，简直就是野兽在咀嚼骨头。咱们得细看甄嬛身边的刘珠。刘珠这丫头是个纯粹的，她看着自家主子受这份罪，眼泪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可她不敢动，一动周宁海那帮人就有借口上手。刘珠紧紧咬着嘴唇，咬得都出血了。这种忠诚，在周宁海这种老油条眼里，那是没脑子的表现。在职场里，当你身边的人都在受难，你能不能守住那点基本的善良？周宁海守不住，他把善良卖给了权力。华妃在屋里听着周宁海在外面折腾出的动静，竟然还笑了。他跟身边的宋芝说：“瞧瞧，这宫里终究还是有明白人的，知道谁才是这儿的正主。”他把周宁海的恶当成了自个儿的威，这就是领导者最大的盲点。如果你鼓励下属作恶，那么这份恶最终会变成一股反噬的力量，把你自个儿也给吞了。就在这时候，周宁海又出了个损招。他瞧见甄嬛手边那本女诫被汗水打湿了，他嘿嘿一笑，走过去用脚尖踢了踢那本书，说：“哟，婉嫔娘娘，这圣贤书都被您这汗水给糟蹋了，这可是对先贤的大不敬啊！您说是重换一本再读，还是就在这儿给这书磕头认个错？您听听，这叫什么？这叫侮辱叠加。”他要把甄嬛最后一点读书人的体面，最后一点身为宠妃的骄傲，全给踩进泥里。甄嬛在那一刻眼里的火苗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黑。他没说话，只是再次挺直了腰。他知道这翊坤宫的大戏已经快唱到杀青的那一刻了。这第4部分，咱们把这执行层的恶意给您盘了个透。周宁海的推、踢、讽，全都是职场里最下三滥的招数，可这些招数凑在一起，就是最致命的杀招。华妃以为自个儿运筹帷幄，其实他是被周宁海这种人的低级恶意给顶到了下不来的位置上。这正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推波助澜或深藏。欲知甄嬛在那绝望之极到底会爆发怎样的临场反应，那腹中的龙胎又是如何在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咱们这书还得接着往那最揪心的地方讲。话说这甄嬛跪在日头底下，已经足足有1个多时辰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1个多时辰，搁在平时也就是喝2泡茶、打个盹的功夫，可在那滚烫的青石板上，那就是一辈子那么长。甄嬛此时的意识已经开始飘忽了，她眼前的红墙在那儿晃，绿瓦在那儿转，最后全都化成了一片白茫茫的虚光。她嗓子里那本女诫早就读不连贯了，每一个字蹦出来都带着血腥味儿。她为什么不倒？她为什么不求饶？这就是咱们要深挖的人性点。甄嬛这时候在死扛。在现代职场里，咱们也会遇到这种时候，明知道这项目是坑，明知道领导在故意整你，可你那股子傲气，那点自尊，让你非要咬着牙跟他耗到底。甄嬛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是皇上亲封的管嫔，我是这后宫最有前途的红人，你要是今天真敢把我弄出个好歹来，我看你年世兰怎么收场。这叫什么？这叫博弈型自残。他是在拿自己的身体，拿自己的孩子跟华妃赌那个不敢。可他忘了，华妃这种人，他不是理性的投资者，他是个赌徒。
当一个赌徒杀红了眼的时候，他眼里是没有止损线的。咱们得盯着甄嬛这时候的一个极细微的动作，他那原本撑在地面上的手，指甲已经完全翻开了，血迹干了又湿，湿了又被烈日瞬间被干，成了黑紫色。他的嘴唇干裂的像是一块老树皮，微微抖动着，却不是在求饶，而是在念叨。念叨什么？他在念叨快了，快了。他在算计皇后的救援，算计太后的干预。可您瞧瞧，这职场里最怕的就是等、靠、要。你以为关键时刻会有人出来拉你一把，结果大家都在岸上看着，看你这艘船到底什么时候沉。咱们把视角转向那个廊檐下的华妃。华妃这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坐不住了，她手里那把洒金团扇摇的频率极快，那是典型的焦虑表现。她看着甄嬛在那晃荡，心里也犯嘀咕，这小贱人怎么还不倒？怎么还不求饶？只要他求饶，我这威风就算立住了，我就能顺坡下驴。可甄嬛不给他这个坡，这就形成了职场上最尴尬的对峙僵局。上司想要个面子，下属想要个里子，结果谁也不肯先松口，最后只能奔着同归于尽去。就在这节骨眼上，咱们得看看安陵容。安陵容跪在后头，她那眼神里全是戏。她看着甄嬛的背影，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恶意混合着恐惧。她在想，甄嬛啊甄嬛，你平时不是最聪明吗？你这时候低个头能死吗？你非要在这儿演英雄，可别连累了我。安陵容悄悄地往后缩了缩身子，那一小步的挪动，尽显职场边缘人的自私与卑微。他在等一个能让他彻底摆脱甄嬛阴影的机会，哪怕这个机会是建立在甄嬛的鲜血之上。突然，空气中传来一阵极其细微的、让人牙酸的声音，那是甄嬛的骨头缝里发出来的哀鸣。她整个人猛地往前一栽，那额头重重地磕在了石板上，发出一声闷响。这一声响，像是把这一坤宫积攒了一个中午的火药桶给点着了。周宁海这老东西，这时候不但没上去扶，反而尖叫一声：“哎呦！婉嫔娘娘，您这又是唱哪出啊？怎么读着书，还给咱们娘娘磕上头了？您这礼数可真是越来越周全了。”华妃听到这话，原本那点不安瞬间被这恶意的调侃给盖过去了。她冷笑一声，站起身来，走到台阶边上，居高临下的盯着倒在地上的甄嬛。她没看见，在那绛紫色的旗袍底下，一抹刺眼的鲜红已经悄无声息的渗了出来，在灰白的石板上迅速扩散。那血红的让人心惊肉跳，红的让周围的蝉鸣都仿佛在一瞬间停了。咱们得细看华妃这时候的脸，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那是人类面对死亡和灾难时本能的恐惧。她看见了那抹红，在那一刻，她所有的嚣张，所有的霸气，所有的代理总经理的威风，全像被针扎了的气球，瘪得无影无踪。她张了张嘴，想喊人，可嗓子里像是被塞了团棉花，半个字都吐不出来。这就是职场中的不可控事故。你以为你只是在开一个严厉的晨会，你以为你只是在给不听话的员工一个教训，可由于你的无知，你的狂傲，你的越权，这事儿最后演变成了无法收场的血案。在现代职场，这就相当于你逼着带病的员工连续加班3个通宵，最后人家倒在了工位上。这时候你再说什么我没想让他死，我是为了公司好，那全是苍白无力的废话。甄嬛倒在血泊里，她的眼神已经涣散了，可她居然在笑，那笑容极其微弱，却带着一种令人胆寒的快意。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年世兰，你完了。那一抹红成了这出戏最惨烈的注脚。周宁海这时候终于慌了，他那条瘸腿在那儿不停的打颤，
手里那把香剪子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再也没有了刚才那种猫捉老鼠的戏谑，他像条丧家之犬一样，一边往后退，一边语无伦次地喊着：“见红了，见红了，快叫医生，不，快叫张太医！”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刻的混乱，就是权力崩塌的缩影。刚才还森严有序的翊坤宫，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太监撞了宫女，水盆洒了一地，欢宜香被踩灭了，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焦糊味儿。这就是没有监管的权力最后的结局，在狂欢中走向毁灭。咱们把这事儿往深了拆，甄嬛这一跪，跪掉的是一个孩子，也是一个女人最后的一点温情。从这一刻起，那个在倚梅园里祈求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的纯情少女彻底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把心脏炼成生铁，把眼神修成利剑的复仇女神。而华妃呢？她看着满地的鲜血，终于意识到，她手里攥着的不是什么尚方宝剑，而是一把双刃剑。她伤了甄嬛，可这一剑下去，最深最致命的伤口，其实是割在了她自个儿的命脉上。这正是权力无将生利器，血染朱墙梦已碎。欲知那甄嬛在昏迷前最后一眼看到了谁，华妃又是如何在这场安全事故后垂死挣扎，咱们这部分关于生理极限与血色崩塌的拆解，到这儿是真让人透不过气来。您各位缓一缓，喝口压惊茶，咱们下一部分得聊聊那大老板回京后的雷霆震怒与这场博弈的最终清算了。好嘞，咱们这醒目往桌上重重一拍，这一声响得压住那翊坤宫里乱成一锅粥的哭喊声。刚才咱们聊到那甄嬛在烈日下终于撑不住了，那一抹刺眼的红顺着青石板的缝隙阴开，这可不光是流了血，这是把大清公司的一块核心资产给赔进去了。这第6部分咱们得换个法子拆，咱们得看看这事故现场的众生相。这一章咱们拆的是血溅翊坤宫后的职场大甩锅，当众特大事故爆发，谁在装死，谁在反水，谁又在偷偷递刀子。话说这甄嬛身子往下一歪，刘珠和浣碧2个丫头那是发了疯似的扑上去，哭声震得那树上的蝉都哑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刻的翊坤宫就像是一个正在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突然被人扔进了一把大铁锁链子，咔嚓一声停了。不仅停了，还冒了黑烟。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华妃娘娘，这会儿正扶着朱红的大柱子，那手抖得跟筛糠似的，赤金的护甲在柱子上划出刺耳的嘶嘶声。他那张原本抹得红白分明的脸，瞬间白得跟刷了强粉一样，嘴唇哆嗦着，半天挤出一句：他怎么就这么不中用？您听听，这就是典型的霸凌者逻辑。在职场里，如果一个领导把下属逼到了跳楼、自残或者突发重疾的地步，他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我错了，而是你怎么心理素质这么差，或者你是不是故意碰瓷整我。华妃这时候的心理，那是恐惧到了极点，又傲慢到了骨子里。他害怕大老板雍正回来把他给生吞活剥了，可他那骨子惯出来的性子，又让他下意识的想把责任推给受害者。咱们得盯着这会儿的一个极细微却极讽刺的动作。周宁海，那个刚才还在甄嬛耳边吹阴风、伸黑手的头号帮凶，这会儿正干嘛呢？他那条瘸腿倒是不打颤了，他正猫着腰，悄悄地往后退，眼珠子乱转，在那儿寻摸着怎么把那本被汗水浸湿、被鲜血染红的女戒给藏起来。这叫什么？这叫销毁证据。在现代职场里，一旦出了重大生产事故，那个平时最听领导话、干坏事最卖力的小人，绝对是第一个清理通讯录、删除聊天记录、把锅往领导头上扣的人。周宁海心里清楚，这龙胎没了，
华妃可能只是降职，他这个执行者大概率是要拉出去填井的。您再瞧瞧旁边坐着的静妃和安陵容，静妃那是真急了，她虽然平时爱和稀泥，但她底色不坏，她赶忙张罗着喊太医抬担架。可安陵容呢？咱们得死死盯着安陵容那个眼神，她跪在后头，低着头，没人看得见她的脸。可如果您蹲下去仔细瞧，您会发现她的嘴角竟然微微牵动了一下。那是笑吗？不，那是如释重负后的狰狞。他心里在想，甄嬛啊，你也有今天。你平时高高在上，皇上宠你，眉庄护你，现在你这最大的筹码没了，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在这后宫里当你的优等生。安陵容这种人在职场里最是危险，他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甚至看起来是被你提携的小跟班，可一旦你出了事，他不仅不会拉你，还会暗地里觉得这是老天爷开眼，给了他上位的空档。这种阴暗的庆幸，比华妃那种明晃晃的霸道更让人脊背发凉。这时候，翊坤宫的大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谁来了？皇后的人。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皇后娘娘可真是个职场精算师。她虽然人不在现场，可这宫里哪棵草动了，她那儿都有账。她为什么偏偏等甄嬛见红了才让简秋过来？这就是人情世故里的极限博弈。早1分钟救，那是救人，甄嬛的孩子保住了，甄嬛还是那个得宠的准额娘，华妃也只是受点小惩大戒，晚1分钟救，那是收尸兼补刀。孩子没了，甄嬛和华妃这辈子就是死仇，华妃的职业生涯彻底完蛋，而她皇后只需要出来掉2滴眼泪，半个慈母的香，就能轻轻松松的把2个最有威胁的对手一死一伤的给办了。简秋一进门，那眼神往地上的血迹上一扫，心里头就有了底。他没去扶甄嬛，反而先对着华妃行了个礼，声音清冷的像冰碴子：华妃娘娘，皇后娘娘听说您在这儿教导后辈，特意让奴才送点温和的香来，没成想这儿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龙胎要是保不住，等皇上回来，奴才可真不敢想娘娘该如何交代。这话听着是关心，实则是死亡通知书。简秋在职场里就是那种总办秘书，他传达的是大老板不在家时的最高意志。他这一番话，直接把华妃最后的一点侥幸心理给击碎了。华妃身子一晃，差点没坐到地上去。他那只带着护甲的手死死抠着桌角，指甲套嘎嘣一声折了一个，这声音就是他年家运势断裂的动静。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里映射，您看，这就好比一个大项目的副总把项目搞砸了，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这时候总公司的审计部门进场了，人家不跟你吵，也不跟你闹，就拿出一本规章制度，一个字一个字的问你，这规矩是你定的吗？这命令是你发的吗？这后果你想到了吗？每一句都问在你的心尖子上，让你除了认命，连个辩解的缝都没有。此时的甄嬛已经被众人抬进了内室，那盆端进去的清水端出来时已经成了血水，那一盆盆血水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一股子诡异的紫。温实初那个痴情的备胎医生，这会儿正跪在床头，汗水把背后的官服都浸透了。他那只切脉的手在抖，他知道这不光是救一个女人，这是在救一个家族，甚至是在救这后宫最后一点理智。可天意弄人，当他感觉到那脉象如同残灯断油一般彻底熄灭时，他闭上眼睛，眼角滑下了一行清泪。这一滴眼泪是为甄嬛流的，也是为这吃人的职场流的。华妃在正殿里一圈一圈地转悠，她一会儿骂周宁海没用，一会儿骂宋之没主意，最后甚至开始骂那日头太毒。她这就是典型的防御性抱怨。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捅了天大的篓子时，他会开始疯狂地寻找外部原因。他不觉得是自己罚跪有错，他觉得是老天爷不帮忙，是甄嬛身子太弱。这种人在职场里最没前途，因为他到死都不会反思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儿。您瞧瞧周宁海，这会儿又有了新动作。他眼珠子一转，走到华妃身边，压低了嗓子说：“娘娘，事已至此，咱们得先发制人啊。这婉嫔平时就爱恃宠而骄，咱们就说她是自个儿身子不争气，又或者是故意在您这儿寻死觅活，想坑咱们一把。只要咱们年大将军在外头撑着，皇上未必会为了个还没成型的孩子就跟年家翻脸。您听听，这就是毒计。这就是那些不良下属给领导出的馊主意，继续捂盖子，继续编瞎话，继续拿资源威胁。”华妃听了，眼神里竟然闪过一丝疯狂的光，她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可她忘了，大老板雍正爷那可是搞特务政治出身的。你在这个职场里玩这种低级的欺瞒，你这不是把老板当傻子吗？就在这死寂的沉默里，翊坤宫外面传来了一声长长的鞭响，那是皇帝回宫的开路鞭。这一声鞭响惊起了无数飞鸟，也让华妃彻底瘫软在了地上。这叫什么？这叫审判日到了。大老板出差回来了，一进家门就闻到了血腥味儿。您说这事儿还能善终吗？这一部分咱们把这事故后的众生相给您盘透了。华妃的狂躁，周宁海的阴毒，安陵容的暗喜，皇后的阴险，还有甄嬛那无声的悲鸣。这职场博弈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了赢家，全是一滩烂泥里的挣扎。这正是血债中虚血来偿，权谋算尽也彷徨。欲知雍正回宫后如何雷霆震怒，华妃这一世的荣华如何就此烟消云散，咱们这部分关于众生相与大甩锅的拆解到这儿是字字惊心，咱们且按下不表，下回为您细说那大老板的雷霆之火到底烧向了谁。好嘞，既然您各位这茬也续上了，神儿也定住了，咱们这醒目可得往桌面上沉沉的一拍，响鼓不用重锤，但这出戏到了这儿，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躲是躲不过去了。咱们这第7部分得把这视线从那一滩触目惊心的红迹上挪开，盯准了那紫禁城神武门的方向。这一章咱们拆的是老板回宫后的雷霆审计，当绩效考核变成刑事调查，华妃的职场护城河是如何一夜崩塌的。话说这大老板雍正爷在那避暑山庄还没带热乎呢，这眼皮子就跳个不停。皇上这种级别的集团总裁，那直觉敏锐的跟猫似的，家里头一旦失了火，那火星子味儿隔着几百里地都能顺着风钻进他鼻孔里。您各位瞧瞧，这皇上的御教进宫的时候，那气氛跟平时可大不一样。平时的鞭响是威严，今儿个这鞭子抽在空里，听着像是催命。皇上刚下轿子，头一个迎上来的不是皇后，也不是内务府那帮管后勤的，而是苏培盛那个老狐狸。苏培盛那腰弯的比平时又低了3寸，凑在皇上耳边，那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可每一个字抛出来都像是一颗深水炸弹。皇上，翊坤宫出大事了，婉嫔娘娘见红了。您各位咂摸咂摸，雍正爷这时候那个脸，那张本来就跟冰块似的脸，瞬间黑得像锅底。他没回养心殿换衣裳，没去给太后请安，那是直接奔着碎玉轩去了。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一级狱警，老板亲临一线。当一个大项目出了人命关天的篓子，老板连办公室都不回，直接下工地。这时候谁要是撞在枪口上，那真是不死也得脱层皮。咱们得盯着皇上进碎玉轩的那一刻。甄嬛躺在床上，那脸色白得跟那屋顶上的积雪没两样，
呼吸弱得像是风里的火苗子。皇上坐下，手颤巍巍地摸了摸甄嬛冰凉的手。这皇上心里头在想什么？他想的是他的接班人计划，想的是他那点子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家庭温情。甄嬛不仅仅是个宠妃，她还是皇上心里头那个纯元的影子分身，更是他最看好的潜力股。现在这个影子快灭了，这个股崩盘了。皇上的愤怒，那是积压了半辈子的阴沉，这火一旦烧起来，非得把翊坤宫给燎干了不可。转头咱们瞧瞧华妃。华妃这会儿正跪在翊坤宫的凉砖上，那身旗装还是罚跪甄嬛时的那一套，可那股子张狂劲儿早就被吓得缩回了骨子里。她听着外头传来的脚步声，每一声都像是踩在她的心尖上。她还没等皇上进门，就先哭开了，那是梨花带雨，那是委屈万分。她还抱着那点幻想，觉得自个儿是年大将军的妹子，觉得皇上离不开年家的兵权。她觉得只要他撒个娇，说句我不是故意的，这事儿就能像以前一样，罚半年薪水，禁3个月足就过去了。可他忘了，这职场里有一条死理，你可以贪污，你可以渎职，但你绝不能动老板的核心利益。皇上进门，连个眼神都没给他，直接一脚踹开了他递过来的那碗想请罪的茶。那一碗茶碎在地上，清脆的一声响，那是华妃在这大清公司最后的一点体面也碎了。皇上坐定了，那嗓子冷得像冰碴子，年世兰，你可真长本事啊！朕不在家，你就成了这宫里的活阎王了。华妃哭着喊，皇上，臣妾只是想教教管嫔规矩，谁知他身子那么娇弱。您听听，这就是典型的职场甩锅语录。到这份上了，他还在说甄嬛身子娇弱。皇上猛地一拍桌子，那桌上的笔架子都震翻了。规矩？你拿朕的子嗣去换你的规矩？你拿这后宫的安宁去换你的威风？周宁海，周宁海这会儿就在门外摊着呢。皇上一声吼，这瘸腿老太监爬着进来了，头磕得像捣蒜一样，地板上都磕出了血印子。皇上审人，那是不讲情面的，那是审计入场。苏培盛心领神会，带着几个小太监在那儿一笔一笔的对账，什么时候开始跪的？跪了多久？谁在那儿读的女诫？谁不让给水喝？每一条对下来，华妃的脸就白一分。这就是职场上的铁证如山。当老板真的想查你，你以前那些遮掩的小动作，在那帮专业的人眼里全是笑话。这时候咱们得聊聊那个总是躲在后面的皇后。皇后这会儿终于出场了，她穿着一身明黄色的礼服，仪态万方，满脸的痛心疾首。她走到皇上身边，轻轻给皇上顺着气，嘴里说的是：皇上息怒，华妃妹妹也是一时糊涂，她大约是太爱重规矩了，只是法子确实严厉了些。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叫高端补刀。表面上在替你求情，实际上在给老板递刀子。他强调的是法子严厉，是在提醒老板，华妃这人心理变态，他就是故意要整死甄嬛。皇后这一手玩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在现代职场里，这就是那个平时跟你笑呵呵的评级领导，在老板开除你的时候，假惺惺的过来说，其实年副总平时业务挺强的，就是性格太偏激了点，大家伙儿都挺怕他的。这一句话就把你最后的一点人脉根基给彻底刨了。华妃在那儿哭得昏天黑地，她开始数自个儿当年的功劳，说自个儿进宫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这人情世故里最现实的一点就是，功劳是昨天的，苦劳是给老板看的，而你闯下的祸是今天要赔命的。皇上闭上眼，那眼角抽动了一下，他想起年羹尧在西北立的军功，又想起眼前这血淋淋的教训。他在做一场成本核算，
抱华妃就是含了满朝文武的心，也含了甄嬛这个未来核心的心。办华妃，那就是要跟年家正式撕破脸。就在这犹豫的档口，甄嬛醒了，她没哭也没闹，她就让刘珠扶着坐在那儿，给皇上写了一封信。信里一个字都没提华妃的罪，全在说自个儿没福气保住皇上的骨肉。这叫什么？这叫高级以退为进。你华妃求饶是想活，我甄嬛示弱是想让你死。皇上看了这信，那心疼的像是被针扎了一样。这种对比，一个是泼妇般的推卸，一个是圣母般的隐忍，瞬间就把皇上最后一点天平给倾斜了。皇上站起来，看着华妃，那眼神里已经没了爱，只有一种看废品一样的冷漠。从今日起，褫夺华妃封号，降为嫔，去其协理6宫之权。没朕的旨意，死也不得踏出翊坤宫半步。降级、撤职、禁闭，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华妃那个苦心经营了10几年的权力帝国，在那一刻轰然倒塌。周宁海那个帮凶直接被苏培盛带走，那下场谁都知道，慎刑宫里有的他受的。华妃瘫坐在地上，那赤金的护甲终于是掉了一只。他看着皇上离去的背影，那一刻他才明白，他从来就没拥有过什么权利，他拥有的只是老板给的一份临时授权。当这份授权被收回的时候，他连这宫里扫地的小太监都不如。咱们把这事儿往深了拆，这就是职场中的越权自毁。华妃以为年家是她的免死金牌，以为皇上的宠爱是她的永久存折，可她忘了，在顶级权力的博弈中，任何人都是可以被牺牲的筹码。你一旦变成了老板的负资产，那你就离被清理不远了。这一部分，咱们把这事后审计的雷霆万钧给您盘透了。皇上的权衡，皇后的补刀，甄嬛的隐忍，华妃的崩溃。这职场的大戏啊，最精彩的往往不是打架的时候，而是打完架之后算总账的时候。这正是雷霆一怒风云散，旧梦成空泪满面。欲知那甄嬛在失子之痛后如何完成最后的黑化，华妃在冷宫边缘又会如何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咱们这书快到收官的时候了，您各位再听最后一段权力的重塑与人性的余烬。好嘞，咱们这醒目往桌面上最后沉沉的一拍，这一声响得透着谷子繁华落尽，大梦初醒的凉意。刚才咱们聊到大老板雍正爷那雷霆万钧的审计调查，把华妃娘娘从云端直接踹进了烂泥里。但这出戏啊，最杀人诛心的不是权力的更迭，而是那碎掉的心，黑掉的魂。这第8部分也是咱们这出翊坤宫夺命伐贵的终章，咱们得盯着那碎玉轩紧闭的窗棂，看看那死里逃生的甄嬛。这一章咱们拆的是人性的余烬与职场的终极重塑。当受害者学会了冷酷，谁才是这场博弈最后的猎人？话说这碎玉轩里，如今是静的落针可闻，窗外的知了依然在没完没了的叫，可屋里的人心早就结了厚厚的冰。甄嬛就那么半倚在靠枕上，那张曾经灵动如春水的脸，如今白得像是一张揉皱了的宣纸。他手里攥着那串皇上赏的念珠，一颗一颗的捻着，那指尖划过圆润的珠子，发出的不是禅意，是复仇的倒计时。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刻的甄嬛，还是那个在选秀场上说愿得一心人的小姑娘吗？不，那个甄嬛已经在翊坤宫的青石板上，随着那盆泼掉的血水一起化为乌有了。咱们得盯着甄嬛这时候的一个极细微的动作。她端起一碗温实初亲手熬的药，那药汁子黑黢黢的，冒着一股子苦到嗓子眼的气味。她没皱眉头，也没让人家蜜饯，就那么面无稀色地一口一口的把它喝干了。这叫什么？这叫吞苦自强。
在现代职场里，当你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压，一个足以让你卷铺盖走人的大坑之后，如果你还没倒下，那你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消化掉所有的屈辱和痛苦，把它们变成你反攻的养分。甄嬛这会儿喝的不是药，是她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体制最后一点温情的告别。咱们把视角移到华妃那头。华妃虽然没被赐死，可那降位禁足比杀了她还难受。她坐在翊坤宫的空殿里，看着那些曾经巴结她的宫女太监，一个个像避瘟神一样躲着她。周宁海被抓走了，她连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这就是职场最现实的人走茶凉。你红的时候，门槛都能被人踢破；你黑的时候，连风刮过你的院子都带着嫌弃。华妃这时候还没明白，她输的不是那一跪，她输的是她从来没看清这个职场的底牌。老板的爱是流动的资产，而家世的威风是随时会被清算的借债。咱们得深挖一下甄嬛此时的心理黑化。她看透了，她看透了皇后的见死不救和事后补刀，看透了皇上那所谓的雷霆震怒里，其实还藏着对年家势力的忌惮和对自己作为补偿的权衡。她意识到，在这场高阶职场博弈里，眼泪是最廉价的废品，唯有权力，唯有那至高无上的能让人生就生，让人死就死的权利，才是唯一的保护色。他那双原本清澈的眼底，如今盛满了一潭死水，水底下藏着的是算计。咱们瞧瞧这一幕的场景映射。沈眉庄端着一碗清粥进来，看着甄嬛这样子，眼泪又下来了。眉庄说：“华儿，你若是想哭，就哭出来吧，别憋坏了身子。”甄嬛抬起头，那眼神冷得让眉庄都打了个寒战。甄嬛轻声说：“姐姐，哭有什么用？这宫里的眼泪掉在地上，连个水花都积不起来，反而让看笑话的人觉得咱们软弱。这就是职场中的心理重塑。当你发现规则保护不了你，当你的善良成了别人攻击你的软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没有痛觉的战斗机器。甄嬛这一刻的觉醒，预示着接下来整个《甄嬛传》下半场的主基调，不再是争宠，而是夺权；不再是生存，而是清算。咱们再看看大老板雍正，皇上这会儿正坐在养心殿里，摆弄着那几折关于年羹尧在边境又不安分的奏折。他心里烦，他烦华妃不省心，更烦年家功高震主。甄嬛流掉的那个孩子，在皇上眼里成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去削减年家的恩宠，可以用这个借口去敲打年羹尧，还可以用这个借口去展现他的仁慈和公正。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就是顶级的人情世故。老板利用你的苦难去完成他的战略部署，而甄嬛正是看穿了这一点，才真正开始了他的猎人之路。这时候，碎玉轩外头传来了内务府送赏赐的声音，各种金丝燕窝、绫罗绸缎堆了一地。皇上想用这些物质来填补甄嬛心里的那个大窟窿。甄嬛看着这些东西，冷笑了一声。她叫来浣碧，指着那些红红绿绿的缎子说：“挑几件鲜亮的，拿去送给安常在。”这一招叫祸水东引兼人脉试探。安陵容这种人，你得用这些好处吊着他，看他敢不敢接，看他在这些利益面前怎么站队。甄嬛开始布局了，她不再是那个被动防御的小文员，她开始主动操控资源的流向，开始在每个人身边埋下隐患。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生活里盘，这就是那种在大病初愈、职场重创后回来的狠角色。他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找人诉苦，而是笑着给每个害过他的人送礼，笑着在老板面前展现他的宽容。可在那笑容背后，他已经买好了所有人的股份，掌握了所有人的黑料。
这种温顺的复仇，才是最让人心惊胆战的。那一抹留在翊坤宫石板上的红，最终干透了，被清晨的扫帚扫得无影无踪。可它流进了甄嬛的心里，成了一颗永远无法拔掉的钉子。华妃还在那儿做着重回巅峰的春梦，而甄嬛已经在脑子里勾画出了年家满门抄斩的宏伟蓝图。这就是人情的真相，你给别人的痛苦，总有一天会以一种你预料不到的方式加倍回到你自己身上。这正是往事如烟心已冷，岁欲轩里计谋生。欲知这后宫的权柄最终落入谁手，那些欠了债害了命的人又将落得个怎样凄惨的下场？咱们这出翊坤宫夺命伐贵的深度复盘，到这儿算是画上了一个血淋淋却又发人深省的句号。这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您在这红墙根底下听的是别人的恩怨情仇，咂摸的却是自个儿的处世之道。咱们这一场大拆解，从权力的真空讲到霸凌的肆意，从执行的恶意讲到最后的雷霆清算。您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哪件儿离得了这人情二字？哪件儿逃得过那天道轮回？这正是看朱城碧丝纷纷，深宫权欲乱人魂。若问此中真智慧，且看甄嬛转乾坤。